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呢，电影公下面我们将揭开2025年春节档中国电影市场的神秘面纱，一个被誉为神仙打架的激烈竞技场。每一部电影都是前作的辉煌演戏，共同点燃了春节档的无限热情还有期待。这场没见你实为救国。再来，我们交接今年春节档的重头戏之一，由著名导演徐克执导的《射雕英雄传》。这部金庸武侠基作再度翻拍，继离徐克上次执导的金庸作品《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已经过气了30多年了。这次回归，徐克能否在《射雕英雄传》中再次展现了其武侠世界的辉煌呢？无疑成为了无数武侠迷心中的一大悬念。我们知道，将一部长篇武侠小说改编成电影绝非易事。徐克导演在过去也曾尝试过类似的挑战，如《笑傲江湖》还有《七剑》等作品，在改编过程中都进行了取舍，还有再创作。那么这一次，徐克导演又将如何在《射雕英雄传》中打破常规，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武侠世界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真是无奇不有。太师文仲，远征北海，战10年。接下来不得不提的就是《封神》系列的第二部《封神战火奇七》。这部电影由才华横溢的导演吴尔善亲自操刀，作为该系列的续集，它无疑是一部汇集了众多神仙级演员的鸿篇巨作，让人充满期待。回想当初他拍摄第一部时，吴尔善导演其实也曾坦言，内心充满了不确定。毕竟票房这东西总是充满了变数，即便是再有信心的创作者，也难以完全预测。他深知这部电影可能成为他的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转捩点，那么一败涂地，要么攀登至新的高峰。但幸运的是，我们都见证了《封神》第一部的辉煌成就，票房成绩斐然，从第一天的5000万票房不到最后呢，终于取得了26.34亿的票房成绩，这无疑为第二部到来奠定了结实的基础。观众们对于第二部的期待值也因此水涨船高。吴尔善导演在拍摄第一部之后，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筹备了第二部，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尽善尽美。因此，这部戏集的制作周期相对较长，直到最近的档期才终于得以观众见面。值得一提的是，第二部几乎汇集了第一部所有原班人马，演员们的精湛演技还有深情演绎，再加上更加震撼的视觉效果和更加宏大的场面设计，无疑让这部电影更加引人入胜。因此，我们满怀热切的期待《封神2》的上映，希望它能够再次创造票房奇迹，为观众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视听飨宴。我晓得那一天吃到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另一部瞩目的电影就是《无名之辈2》，这部由中国导演饶晓志执导的黑色幽默电影，这一次迎来了刘德华的亲情加盟，同时保留了上一部的主演陈建斌，阵容强大，看点十足。《无名之辈》是一部以其独特的黑色幽默风格和深刻的主题赢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还有观众的口碑，因此饶晓志导演决定继续拍摄这部戏集，将故事延续下去。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饶晓志导演和刘德华再度携手合作，两人之前的作品《人潮汹涌》中已经展现出了默契的配合，相信这次也一定能擦出新的火花。尽管《无名之辈》系列在中国大获成功，但在马来西亚这一带，它的知名度可能并不算特别高。不过，好电影是不分国界的，只要它足够精彩，就能跨越文化还有地域的障碍，赢得观众的喜爱。因此，虽然《无名之辈2》没有在马来西亚的贺岁档期上映，但我们依然对它充满期待。头盔侠、神雕大侠，哪个不戴面具？蝙蝠侠、钢铁侠。8对150。
接下来不得不提及的就是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的大片《蛟龙行动》。这部电影作为《红海行动》的续集，几乎每一位影迷都充满了期待。林超贤导演以其对大场面、大动作的精准把控，还有卓越的才华，总是为我们带来震撼人心的作品。《蛟龙行动》沿袭了《红海行动》的紧张刺激，讲述了伊维亚内战刚结束后一起恐怖组织行动事件引发的故事。这样紧张而且扣人心弦的剧情，无疑让这部电影更加引人入胜。对于喜欢大制作、大场面，尤其是战争电影的影迷来说，《蛟龙行动》绝对是一部不容错过的佳作。林超贤导演以其独特的视角，还有精湛的技艺，将战争的残酷还有英雄的伟大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相信这部电影能再次的点燃观众们的观影热情，让我们在影院里尽情享受这场世节盛宴。凯旋而归。好久不见呐！你愿与老夫一同出征否？战家，我最擅长了。近年最为瞩目的电影之一，无疑是《哪吒2》的魔童闹海。这部让观众们昂首以盼了5年的戏集，终于宣布将在中国的大年初一震撼上映。回想起第一部《哪吒之魔童降世》，它不只创造了中国动画电影票房的奇迹，总票房高达50.6亿，更是成为了难以超越的经典。这一成绩不只让它在动画电影领域独占鳌头，甚至超越了许多真人电影的票房纪录，足以其影响力还有受欢迎的程度。如今第二部之《哪吒2魔童闹海》的到来，无疑让影迷们的兴奋不已。这部戏集不只延续了第一部的精彩故事，更将哪吒那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情壮志展现得淋漓尽致。电影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制作团队的匠心还有热情，让观众们对这部电影充满了期待。思维敏捷，绝非等闲。一步走个班也不是啊，不想吗？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聊的，就是备受期待的电影《唐人街探案4》。1900年，从它的预告来看，这部电影将故事背景设定在1900年的美国旧金山唐人街这一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作为《唐人街探案》系列的第4部作品，这部电影并不是对前作的简单延续，而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刘昊然还有王宝强这对黄金搭档再次领衔主演，他们的默契配合还有精湛演技，无疑为这部电影增添了更多的看点。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还邀请了周润发这位重量级的演员加盟，他的出现无疑为影片增添了更多的期待值。周润发作为影坛的常青树，他的演技还有魅力一直备受观众的喜爱，相信他的加入会成为这部电影带来更多的惊喜。回顾前3部《唐人街探案》，每一部都以独特的剧情还有幽默的风格赢得观众的喜爱，而王宝强作为整部戏的灵魂人物，他的疯狂角色更是深入人心。这一次他不止再次出演这个经典角色，还化身印第安后裔，从海报上就能看出其搞笑还有颠覆性的形象，看了就好笑。以后2位就叫唐人街侦探吧。当然了，春节时期还有许多其他值得一看的中国电影。我们现在要聊的是那些既会在中国上映，也会登陆马来西亚影院的佳作。虽然从目前的时间表来看呢，除了《封神》第2部呢会在大年初一与其他的电影一同亮相之外呢，其他的中国电影大多安排在初9之后才正式上映。这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了，毕竟呢，今年的马来西亚的贺岁片实在是太多了，影院排期紧张，中国电影为了获得更好的上映机会，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但这也是从侧面反映出这些中国电影都是备受瞩目、值得期待的佳作。无论是大制作还是小众精品，这些中国电影都以其独特的魅力还有深刻的内涵，吸引了无数观众的关注。春节期间，如果你想要找一部好看的电影来放松心情的，那么这些中国电影贺岁片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I was a wartime general.
现在来我们关注一下2025年2月即将在欧美上映的电影。尽管这个月份备受瞩目的影片并不多，但其中仍有一部让人无法忽视的作品，那就是《美国队长：新世界》。这部电影定档2月14日情人节上映。对于美国电影市场来说，这个时间点或许不是黄金的档期，但美国队长这 IP 的影响力不容小觑。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原本的主演克里斯·埃文斯的推出，新任美国队长由黑人演员哈里斯·泰尔斯饰演的猎鹰接任。这一变动在粉丝中引起了不小的讨论，也为电影增添了几分不确定性。从目前的宣传片还有补拍的情况来看，美国队长新世界似乎面临着一些挑战。作为漫威今年的首部电影，它的票房表现无疑备受关注。不过好消息的是，在2月这个相对冷清的档期里，美国队长新世界几乎没有直接的竞争对手，除了中国贺岁片可能对其造成一定的冲击外，其他的影片似乎难以构成威胁。因此尽管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美国队长新世界仍然有很大的希望取得不错的票房成绩。毕竟漫威的超级英雄电影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这一次的新角色、新故事也足以吸引众多的观众走进影院。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部电影的上映，看看它能否再次点燃观众们的观影热情。好，今天的电影公虾米就到这边为止。这一边呢，我就和大家拜一个早年，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拜拜。Be careful.